所以丁优美是高慧兰的女儿。你看啊，那张穿校服的是刘媛媛，眉心有颗痣的是丁优美，这两个人简直是一模一样，除了眉心的那颗痣。那会不会是长大以后整容了呀？我怀疑他们替考。替考？对。你是说刘媛媛帮丁优美替考？对。我跟老万去查过丁优美，丁优美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属于下游，但却在那年的托福考试中异常高分，顺利前往美国留学。反倒是刘媛媛平时成绩优异，却在本应该考试的那一年缺考。刘媛媛缺考背后肯定有隐情，有没有可能是她替丁优美考了托福，但影响了自己的考试？现在考试试卷应该找不到了，我们查一下当年考试还有什么其他线索。好。如果刘媛媛一直握着当年高慧兰母女替考的把柄，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的去威胁他们，最终导致了高慧兰母女忍无可忍，把她杀了。但一开始也是刘媛媛先拿的刀啊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小心放下监控。这个监控显示，刘媛媛在进入高慧兰实验室后15分钟左右离开。还有别的角度吗？没了，那边新实验楼就这台。小溪倒回去。好。再播放一遍。你们看，他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。他进去的时候毫不遮掩，出来的时候却一直刻意的挡着自己的脸，有问题。丁优美是学校的人，她应该知道学校每个地方哪里有监控。画面这么黑，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视频里这个人是刘媛媛，还是说由丁优美扮成的刘媛媛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丁优美假扮，那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。查到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的证据了。不对啊，我之前查过刘媛媛银行卡记录，没发现异常啊。存折登记是在她妈妈的名下。除了最近的几笔往来之外，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她宿舍查的那本旧存折吗？也是在她妈妈名下。记录显示，最早的一笔汇款是在11年前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，当年高考和丁优美托福考试的日期是同一天。11年前，也就是刘媛媛缺考的那一年。对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高慧兰除了给刘媛汇款之外，还给一个叫栾芳的人汇了笔不小的钱。这个栾芳我查了一下，和丁优美是同班同学，并且他当年就跟丁优美在同一个高上。查一下这个栾芳。好，把高慧兰和丁优美也带回来问一下。好，我去。我们已经找栾芳问过话了，据她交代，当时她见到了丁优美。优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要考托福吗？栾芳记得丁优美说过，她要去考托福，所以那天在高考考场见到了丁优美，她还有些意外。我们查到那年高考和丁优美参加的托福考试是同一天。一个人是怎么同时参加了2场考试的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知道答案。当年是不是刘媛媛替你考的？是，但是是我妈妈安排的。我当时年纪特别小，什么都听我妈妈的。6天前下午，刘媛媛是不是去实验室找过你？
确实，圆圆来实验室找过我。丁优美当时在吗？他们起了争执。因为什么起争执？你就算不交代，我们也查得出来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的前途着想。因为当年那件事情，当时都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免费为圆圆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圆圆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。汇款记录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一直拿替考的事情威胁我们，是让我们不断的给他钱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母亲高慧兰给刘媛媛汇款，都是因为当年替考的事。所以，你们就杀了他，替换尸体，好使。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圆圆的母亲去世以后，她不停地联系我，我都没有回复，所以她就直接来实验室找我了。高慧兰，我妈死了，是你害死她的。你妈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怎么死了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是你害她的。不是圆圆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妈妈呢？我不可能害她的。你妈妈的病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1年前要不是我救她，给她做了一场手术，她早就没了。对，当年是你救了她一命，但也都是因为你。现在我妈死了，我的人生也毁了，都是你们害，都是你们害的！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多害你妈妈。圆圆，你冷静，圆圆没事，这个不是我家的，你冷静，圆圆，说圆圆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我就赶紧跑了过去。开门后就发现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圆圆，都是你害的！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刘媛媛，你在干嘛？后来我也摔倒了，这个淤青就是当时摔下的。然后呢？圆圆的母亲过世了，她很伤心，我能理解。这些年，她被她母亲的病拖得也很痛苦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理解圆圆做的一切。圆圆，圆圆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是你还有我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的人生也会重新开始的，啊！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谁都帮不了，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。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没事啊，不怕啊，我会帮你的。
我会帮你的。后来他哭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那我们上次去找你，为什么没说？你们上次问我有没有去过标本室，我并不知道圆圆的事情跟标本室有关系啊。我知道的已经都说了，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媛媛了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调一下监控，看看刘媛媛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你对监控的运行还挺了解嘛？警官，我不知道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吗？这不是我，这是刘媛媛。我知道小时候我们长得挺像的，但长大之后我做了整容，也就不像了呀。这么确定她就是刘媛媛？这衣服和包包，跟那天她在实验室时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刘媛媛。你是不是让丁由美假扮刘媛媛离开了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是，当年我让圆圆替优美考试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后悔，是我做错了。但是那天圆圆离开以后，我和优美一直待在实验楼，第二天中午才离开的。高慧兰当天借出的具体是哪一具大体？登记表上显示的是4号。我看看他当天的解剖记录。好。疑似解剖记录：腹腔解剖常规程序，断裂掩饰，肺叶壁面区域切除掩饰，心脏瓣膜2间半脱垂症状观察。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把它翻过来。结合学校其他监控视频，确认高慧兰说的没有错，他们确实是第2天才从实验楼离开，中间只有高慧兰和吴冕出入运送大体的画面。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丁由美两母女跟刘媛媛的死有关。学校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刘媛媛确实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离开了学校大门。离开后就消失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查到她最后的行踪。那一带的监控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设备了，拍出来的人都很模糊，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刘媛媛还是丁由美。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。刘媛媛在家附近超市买了漂白水、手套、黑色塑料袋，还有一把刀。当年我免费为圆圆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圆圆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，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
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致命伤是被人用接触面大约8公分的锤子，从死者的右侧颅顶敲击致死。我们现在初步判断，凶器就是这样型号的医用锤。你跟老万之前在实验室后山发现的那个铁网口子，如果不是凶手逃离的路线，而是回来的路，假设是由丁优梅假扮刘媛媛要离开实验室，而她特意路过有监控的实验楼门口和校门口，制造了刘媛媛离开合成医科大学的假象。等丢弃完头颅，再从铁网回到实验楼，就可以避开校门口的监控，重新进入学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被监控拍到回来的画面。可是他是怎么避开实验室入口的监控，再回到实验室，并且第2天还能从里面走出来？继续查，看有什么可以佐证我们推论的证据。高原，哎，镊子和证物袋。哦，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这儿。这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纤维。这还有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人体组织。可是刚才检查大体身体的时候，身上并没有擦伤的痕迹。因为这不是大体的组织。这柜子里除了大体，还能有什么东西？高慧兰那天进出标本楼去借大体，应该还有一个人陪同。他有个学生叫吴敏，吴敏说是高教授担心他考试不过，单独叫他过来，告诉他考试重点。我和小希后来去找保安问过，跟吴敏讲的一样。按照医科大学的惯例，上有关解剖的课时，一般都是叫学生集体到解剖室上课，不会搬着大体各个教室到处跑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故意移动大体？移动大体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放在尸袋内的，这是对尸体的一种保护，但同时，也是最好的障眼法。也就是说，刘媛媛的尸体是在利用转移大体的机会进入了标本室。可是，一具尸袋里面装有2具尸体，难道有学生看不出来吗？除非那个学生是共犯。
齐主任，对比结果出来了。排除共犯的可能性了。我和高原重新回到了标本室检查了一次，我们发现4号尸柜当中有衣物纤维残留以及第三者的人体组织。衣物纤维已经证实是源自于刘媛媛的那件大衣，而人体组织对比则符合大衣上验出的第三者 DNA。所以最后是丁由美穿了刘媛媛的大衣。没错，高慧兰在说谎，刘媛媛根本没有活着走出她的实验室。丁由美在埋了头颅之后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到实验楼，因为她知道这样一定会被监控拍下来，所以她将4号尸柜的大体挪到了废弃的5号尸柜，而自己则躲进了4号尸柜。她只要等高慧兰和吴敏来接大体，就可以完美的避开监控，重新回到实验楼。所以高慧兰运送的根本就不是大体，而是丁由美，而且还找了一个害怕尸体的学生，所以就没被发现。丁由美假扮尸体被高慧兰和吴敏运回到了实验室，而高慧兰则连夜完成了对刘媛媛的肢解，并再次叫吴敏将大体重新送回到标本室。只不过这次送回去的并不是大体，而是已经被肢解了的刘媛媛。剩下的事情就能连上了。高慧兰重新回到标本室，将刘媛媛的尸体残肢放进标本罐里。她将刘媛媛的尸体残肢和标本尸块对调，再对标本骨头进行进一步处理，最后四处抛尸，制造多名受害者的假象。其实4号尸柜的大体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标本楼，而是被放在了废弃的5号尸柜当中。他们只要重新再找一个时间，将大体放回4号尸柜，就完成了整套犯案流程。那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提取到丁由美的 DNA， 证实她是穿着刘媛媛外套躺在尸柜里的这个人，这个案就结束了。
在你的实验室发现了大量刘媛媛的血迹，那才是她死亡的第一现场。在刘媛媛的大衣上，还有标本室的4号尸柜里，都发现了你女儿丁由美的 DNA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，她只是听我的话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了刘媛媛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。媛媛是个好孩子，当年让她替考，是她帮了我和优美，但是我们也帮了她。高医生，今天早上17床情况还挺稳定的，但是19床出现了心肌绞痛的情况，待会儿还得麻烦您再去看一下。好。高医生，优美，高医生，优美那个不是您闺女，和您闺女挺像的吧？是。这女孩是17床的什么人啊？她是17床的女儿，一个很孝顺的姑娘，听说学习成绩还很好呢，是年级前3的。也是难为她了，每天都在病房里做功课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就要照顾妈妈。我管你吃，管你喝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这就是你给我成绩吗？啊，这就是你给了吗？考出这样的成绩，再丢了我脸！行了行了，他下次一定注意，你别动手。注意，念，这书咱们不念了。还有你，都是被你给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。妈，怎么办？爸会不会把我赶出去？不会的啊，放心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可是这样不会被发现吗？没事的，只要你答应啊，我就立刻安排对你妈妈的手术，而且我亲自督导，费用我全部都承担。好孩子。那个时候我是想送优美去国外读书，所以就拜托媛媛替优美考托福。第1年就让媛媛先替优美考，觉得是因为她自己的紧张把这件事情搞砸了，所以我也想资助她，想让她去重读。但是她妈妈的病一直拖着她，那是个无底洞。前几天，媛媛又过来找我，说她妈妈的病又复发了，希望我能再帮她一次。她妈妈的病反反复复，这10几年我是看得到的。媛媛因为她妈妈受到的拖累，我很心疼，我也很想帮助她，但是我知道，要想解决这件事情，必须得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所以我就去找了他妈。媛媛妈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高医生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你别介意。我听媛媛说你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特地过来看看你。谢谢你。我的这个身体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治不好了。要不是为了媛媛，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媛媛是个好孩子，你这个病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拖累她，你忍心吗？你知不知道媛媛本身能考上医科大学，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？
圆圆之所以沦落到今天，这都是因为你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就希望他觉悟啊，希望他放弃治疗，放弃他自己，放过他女儿。圆圆是因为你毁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你说你是为了他在撑我，你想过没有？他愿意过这种生活吗？啊？你的病我很清楚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你这么拖下去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负担。不会的，不会这样的，不会的。圆圆她当然不会，圆圆是个好孩子。但你呢？你但凡有点做妈妈的样子，就不应该吊着最后一口气来折磨她。你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两脚一伸走了。他呢？他还要继续去还因为你欠下的那些债。你想活着，你只不过就是想让他来陪葬你的人生罢了。就有多后悔，没能保护谁，错了别说对，都是犯的罪，哪怕是无谓。所以你为了刘媛媛，杀了刘媛媛的母亲。像他妈妈这样的病人我见多了，反反复复的，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他要想让他女儿过上好日子，也只能这样。再说了，人到最后不都得死吗？我只是去教他如何做个好母亲。你太自私了。你说对刘媛媛好，那你为什么把她杀了？你不觉得这样自相矛盾吗？那天圆圆来到我实验室，给我了一颗她妈妈从我衣服上扯下来的纽扣。圆圆，你听我说，没事的啊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！我会帮你的，不用担心，啊。是你们害死了我妈，是你们！你快杀了圆圆！不会悔，因为有
小美，听妈妈的话，把她的衣服穿上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啊，妈妈来处理。啊。别害怕，有妈妈呢。听我的话，我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救我女儿，而且这些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希望你们能把我女儿放出去，告诉我女儿，让她好好生活。小希，怎么了？少了一颗。我妈她怎么样了？你妈已经交代了，她承认是她杀了刘媛媛。您是说，我妈她认罪了？我妈她不会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妈她会怎么样？按照司法程序，检察院或许会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你妈。起诉之后，这个需要法院来判决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妈要不是因为要保护我，她不会让刘媛媛替我去考试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那我会怎么样？你涉嫌包庇等罪，法院会按照情节轻重对你进行量刑。你妈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生活下去。
这个丁由美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妈整日里嘴上说着为我好，让我成为她心中的样子的乖乖女，这就是对我好吗？小美，她真的错了，我求求你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在害她？你研究大脑对光的反射作用，是不是在帮里面研究毒品？你怎么会有这份资料？原作案是我破的，他是黑是白，我比你清楚。他把你女儿丢下去了。真相在证据之后，但你现在把他弄反了。翟西西不是意外坠亡，你为什么杀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而是他杀的。下班了。好嘞，慢点啊。柱子，走吧，都下班了，吃火锅去。哥儿几个好久不聚了啊。老万，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哪里不对劲。还哪儿不对劲儿？案子都结了，你放松点啊，行了，走走吃饭去。朱队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丁由美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呵，现在这帮孩子们玩的够疯的呀！后面还有更劲爆的。这视频哪来的？视频号刷到的。你研究大脑对光的反射作用，是不是在帮里面研究毒品？你怎么会有这份资料？啊，你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啊，你这是违法的！你没有搜查证，我要举报你私闯民宅！王正明，你说我要你和原钻到底什么关系？啊！王正明，黄老师，王正明，黄教授，王正明。黄教授，黄教授，黄教授，进来，去。白局。黄正明举报你私闯民宅，他的邻居也证明你对黄正明动手，导致他跌倒受伤，怎么解释？我怀疑黄正明和当年的原钻有关。证据？他有李明送他的表，还有这个。这篇论文是黄正明写的，结合最近的几起案件，离奇、
李淑婷，他们对光的反应和这篇论文上面写的完全一致。当年原钻案我们查过黄正明，此案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李明是利用了黄正明的研究成果，黄正明并不知情。我不相信。白菊，原钻现在还在升级，这说明幕后的真凶根本就没有被抓住。现在黄正明把你手上的工作和高原交接一下，好好休息2天。真相在证据之后，但你现在把它弄反了。真相在证据之后，但你现在把它弄反了。哎，老宋。来你店里这么多次了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女儿？女孩子大了嘛，管不住了。年龄29。丁伟，高慧兰和你什么关系？我妈妈呀。刘媛媛认识吗？你看仔细了啊，这照片上这个人，眼熟吗？是我。不能朋友出去玩吗？可以，你跟什么人玩，我们没有兴趣。丁优美，看看这个。看仔细了啊。想起来了吗？刘媛媛的母亲苏慧珍临死之前手里握着的这个扣子，就是从你这件衣服上扯下来的。这市面上同款大衣这么多，你们怎么证明这是我的？我妈已经认罪了，她承认人是她杀的。你们这算什么证据啊？证据不够，对吧？等着。刘媛媛的母亲曾经给刘媛媛买了一个玩偶，里面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
我们找到一段视频，能帮我恢复一下里面的视频数据吗？之前的数据被覆盖了，现在着急用。好的，我试试。看看，里面是你吗？啊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根本就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们去找我妈，让我妈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去找我妈！丁由美，找谁都没有用。说什么？说，为什么杀了苏慧珍？当我以为我爸那个老不死终于死掉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可结果呢？我妈整日里嘴上说着为我好，整日把保护我作为掩护，让我活成她想活的样子，让我成为她心中的样子的乖乖女，这就是对我好吗？我想活出我自己的人生，我有错吗？她为什么要把属于我的钱去给那对垃圾母女？凭什么？那个刘媛媛，她就是个忘恩负义的贱人。本来我妈给她钱，让她替我考试，然后那些钱去救她母亲，让她母亲多活几年，这本来就是很公平的事情啊。是她自己不愿意考的，她第1年不考，她第2年可以继续考呀。她自己不考，她为什么来怪我呀？对。刘媛媛想杀我，是她想杀我的，我那是正当防卫，她就该死！是她想杀我的，她就该死！丁由美，是你害死了我妈。是你杀了她。你跟你妈怎么老像冤魂一样，怎么甩都甩不掉呢？你妈的身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你觉得她这么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开心吗？你敢说你从未想过让她早点死吗？你别装了，我这是在帮你。我帮你解脱了你的人生，也帮你解脱了你妈的人生。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！你这个杀人犯！如果你再让我发现你找我妈要钱，下次死的就是你。把扣子给我。刘媛媛，刘媛媛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俩都不要再出现我的面前，知不知道？
刘媛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。我消失在我面前，干什么？妈呀！是他要杀我！是你杀了我妈！你要给我滚小命！小梅，你告诉妈妈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你真把他妈妈给杀了啊？是我杀的。怎么了，妈？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是觉得你的好女儿又让你失望了？求求你，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好吗？妈，你说过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，人是我杀的，怎么可能是我女儿呢？她那么乖，那么听话，她怎么可能去杀人呢？圆圆和她妈全是我杀的。高慧兰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在保护你女儿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所作所为在害她？11年前。你让刘媛媛代替你女儿考试，从那一天起，你就已经帮她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。如果你真的想帮她，你应该引导她，让她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寻找自己的路。你应该让她知道什么是对的。你女儿走到今天，确实跟你脱不了关系。等一下。我想去。我妈在哪？叫我妈来救我好不好？叫我妈来救我，叫我妈来救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叫我妈来救我，叫她来救我。哎，呦，让你们做事是留着啊！还有菜吗？哎，还多着呢。你别整那么多，超标了啊！超出行了，谢谢老宋。咱别是太难看了，还是等等齐法医。哎，齐主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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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坐我这儿来。小苏，你坐。齐法医，要是挺忙挺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过了明天中午12点，你还是咱们主任法医系的这个该吃吃该喝喝。那个，我替韩队说两句吧。咱这个案子破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韩队说了，要特别感谢齐法医，要不是齐法医，咱这个案子破得没那么快。咱一起敬齐法医一个啊！来，哎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齐主任，哎，来，给我见吧，学长。对了，柱子啊，
这话说回来，你这最近这个审讯技巧是有进步啊，有点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意思。我当时可没这么教过你啊。我跟我哥学的。还得是我们助队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早就露馅了。我肯定不行。刘媛媛的母亲曾经给刘媛媛买了一个玩偶，里面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急诊说关键视频被覆盖了，修复不了。就一张截图。对。行，知道了。不愧是你啊！露馅儿，你有？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他没好用吗？戚法医，我们都希望你跟韩队之间不要有什么误会。韩队有跟白驹求情，本来这一次韩队跟白驹说，希望跟你一起受到惩罚。光退，应不归，借口太完美，风吹，无人睡。年冬又凄醉，他来了，门下不知谁。那个他跟白驹求情，可不像是你韩风会做的事儿。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拦着你查黄正明吗？语言障碍是我破的，他是黑是白我比你清楚，你也不要去踩雷。王教授的事儿，确实是我冲动。表确实是个母送。你相信我的推论？你今天要是来撩原钻的话，就算了，改天吧。尊敬的市民朋友们，现在播报空难情报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迅速有序。我们要出去了。请放心，火灾警报为您响，每30秒，请大家听到。出去吧，去了。确保救援安全。尊敬的市民朋
在播报火灾警报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迅速有序地撤离现场。请注意，火灾警报不会响声，每次持续30秒，请大家听到警报后立即。 李一奇死了。昨天凌晨1点15分出现了火警，随后值班医生发现李一奇死在病房。从医院监控中调取的记录显示，在李一奇死之前，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进入过病房，但是没有看清楚脸。死亡原因呢？高法也在检查。 各位，大家听好了，目前这个人的嫌疑最大，我们扩大范围调查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查了停车场监控，他最后往停车场那边去了。死亡原因确认了，药物过量导致了过敏，引发的窒息死亡，很可能是西地兰。查到嫌疑人车牌号了，是 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交警昨天晚上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 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，驻队他们已经过去了。枫林都城小区坠楼案死者翟西西，24岁，有邻居于昨晚1点左右听到重物坠地声，出来查看时发现死者已经坠落在地，现场初步判断死者系自杀。 但是否能够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侦查。死者父亲仍坚信他女儿不可能自杀。团队，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小区附近的建筑工地。 工人发现有浓烟飘出，不太对劲。赶过来的时候，只发现了这辆车，没有看见任何人。车子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烧毁了。团队，这个车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留下什么呀？拖回去了检验再说。 你说，你女儿出事的时候，你刚进门，那天也喝酒了？
喝就喝了一点儿，没醉。西西，西西，我喊了几声，西西，没见到西西，我就想着他可能带着小山出去了。西西，西西。还没等我坐下，就有人敲门。老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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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了！快开门！老柴，快开门！快开门！老柴，老柴，你女儿掉下去了！哎呀，快去看看吧！哎呦，这是弟弟砸的！哎呀，赶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跑到楼下，看见我闺女正躺在那儿，当时那么大的动静都搞出来了，你就没听见翟西西的呼救声？西西她是哑巴，她叫不出声。朱队，这是翟西西的弟弟翟小山，刚从学校。是你，是你，你当年害死了妈妈，我姐姐就是他害死的，把他抓起来。我儿子心脏有问题，快帮我打110！叫救护车！戚主任，你看这儿。翟西西左脚脚踝出现了不正常淤青，在现场的时候有这个伤痕吗？没有。朱队，我先去医院。注意安全。我去隔壁邻居那儿再走访一下。朱队，齐法医，尸检结束了，有些疑点，我想回现场再确认一下。尸体体表有几处擦伤，未见挫裂伤。颅骨右侧有骨折，颈椎骨折严重，有大量的吐血现象，内脏破裂严重。死因确认是高空坠楼死亡。那毒检呢？结果还没出来。据目击者反映，翟西西坠楼之前，有人看到树下一直有人拿着手电不停地闪光，同时他就跳下去了。
但那是个监控死角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结合现场所有人的口供和现场的痕迹，可以推测出死者生前有求生动作，他很可能是失足坠楼。齐主任，您刚说有疑点是什么？死者的右脚鞋还在脚上，这只左脚鞋原本在什么位置？在这。我检查过，死者的右脚鞋穿得非常牢固，鞋带也没有松过的迹象。我试过了，基本不可能在没有松开鞋带的情况下自己脱落。但是左脚鞋却脱落了，所以有人帮他松绑了鞋带，鞋子才掉的。你看这儿，阳台栏杆上有血迹，这应该是死者生前抓住了栏杆，挣扎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才掉下去。所以，他坠楼的位置应该是接近垂直。但是现在，尸体却离大楼还有一段距离。下楼看看。苏大，楼上几家邻居都走访完了，没问到什么有效信息。有人吗？别敲了，那没人。那房子挂中介往外卖呢。喏，就这一家。11地产，谢谢啊。老万，打电话问一下。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，刚刚才有人掉下去，竟然有几个毛小子在楼梯间打架，真是事儿多。哎，进来吧，警察，就是这间屋子。这门是一直没关吗？哎呀，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。最近有人来看过房子吗？上次应该是上个月的事了。哎，这最近不是行情不好吗？这楼又是老楼，业主又不肯降价。哎呀，而且最近又发生这种事儿，更别想卖出去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是来查坠楼案的吧？我们查什么是你管得着吗？这房子钥匙除了你，还有别人有吗？只委托给我们一家公司，房东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备用。平常我们会带客户来看房。朱队，咱们到那边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，齐法医？你看这里。这晾衣杆是弯的，翟西西的尸体左脚脚踝有淤青，但是在现场的时候，尸表检查还没有这个痕迹，而是在尸检过程当中慢慢显现的。这就是皮肉组织遭到强力压迫之后的表现，表征不会立即显现，快的几分钟。慢的几个小时，所以翟西西怀部的淤青一定是在死亡前后短时间内造成的。我怀疑她的淤青是落在了晾衣杆上造成的。翟西西可能不是意外坠楼，
而是他杀。3个月前，翟西西保了一份300万的意外赔偿，受益人是翟小山。自杀？他不可能丢下我们去自杀的。这2双鞋脚后跟的磨损程度完全不一样。他坠楼的时候，应该有其他人在。有人把左脚鞋给调包了。团长，齐法医，找着了。能进那2个房间的肯定是中介的。有目击者称，对面楼下不断有闪光。你怀疑他跟李一奇还有李淑婷一样？你们总认为真相很重要，有些时候真相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收跑总会露出破绽的。